我刚出生便发现自己有2具身躯，可它们之间的形态却各不相同。第一具身躯虽是本体，却只是一个弱小的婴儿，但他天生便掌握着一部神奇的功法，拥有着能够在睡觉时修行的能力。而另一具分身则是一只浑身邪气萦绕的龙形怪物，虽然强大无比，但却不可视也不可触碰，甚至连我的婴儿本体也看不见它。刚穿越到此地的我也有些好奇，这是怎么回事？就在这时，我意识之中忽然出现了一些信息：修为凡胎，天赋邪神化身，气运1000。见此，我有些惊讶，自己这个怪物身躯居然是邪神化身，但因为它不可视也不可触碰的缘故，现在并不具备攻击性。不过只要消耗300气运，便能让邪神化身显身片刻。而这个气运目前已知的获取方式，只有每天自动增加1点。思绪回归，我留意起周围的情况，眼前抱着我的女人应该就是我这一世的娘亲了。娘亲的旁边还站着一个天真可爱的丫鬟，正在好奇地打量着我。而房间的门口则站着一个老妇人，正在和我的娘亲叮嘱着什么，看样子应该是接生婆了。很快那老妇人就离开了房间，紧接着她便出现在了我邪神化身的视野内。这时我也确定了邪神化身所在的位置，就在这个屋外的院子之上。我心念一动，邪神化身巨大的头颅便穿透到了屋子里头，看见了我婴儿本体和与娘亲所在的场景，但是身为婴儿的我却看不见她，果然是不可视也不可触碰。这时美人娘亲似乎有所察觉，疑惑地看向邪神分身所在的方向，我不由心中诧异，娘亲的直觉这么敏锐的吗？但还不等我多想，我便感觉有些犯困，忍不住睡了过去。可没想到邪神化身居然不受影响，还能随意活动，这种感觉非常奇妙，就好像是处在半梦半醒的梦游状态。接着我开始控制着邪神化身，了解起这个新世界来。我先是观察了一番这个新家，却发现这不算小的4合院里，目前算上我就只有4人，娘亲、丫鬟，还有一位似乎是负责家务的妇人。难不成都外出了？我有些奇怪，我刚降生，父亲居然就不在身边，而且为什么这么大的院子只生活的3个人，甚至连个男丁都没有？我虽有些奇怪，但一时间也得不到答案，便让邪神化身走到了小镇的街道上。游荡了一会后，我发现这个小镇差不多有方圆7、8里的范围，我根本听不懂这个地方的语言，而且这邪神分身似乎只能够在婴儿方圆10里内的范围活动，再远就会失去控制。为了能尽快适应这个世界，我一整晚都让邪神化身到镇子里头有人交流的人家去了解这里的语言。很快一夜过去，婴儿本体这边已经醒来了，肚子里面传来的饥饿感让我下意识的哇哇哭叫起来。娘亲听到动静，连忙来到了我身边，哄着给我喂奶，待着喝饱，我便被娘亲交给了丫鬟。她满脸欢喜宠溺的逗我玩了一会后，又抱着我走出了房子，透了透风。很快又一天过去，院子中还是没有其他男丁出现，这不由得让我起了不少猜疑。渐渐又过了几天，修为凡胎，天赋邪神化身，气运1005。这些天我也对这个世界的语言有一些基础了解，也确定了这个家里面确实没男人，而且我还发现我们一家很有钱，但却不知为何所住的院子却颇为偏僻。转眼间又过去了1个月，依靠着邪神分身的四处游荡，我也已经差不多掌握了这个地方的语言和大概情况。我所在的地方是大楚王朝境内的一座名为赤阳镇的小镇，这里除了有着大量寻常人外，还有一些少数的修者，其中以火灵道观的火灵道长、镇平道观的镇平老道、浮尘道观的浮尘道长这3者为最。火灵道长修为最为高深，一手控火术法堪称出神入化，镇平老道则是符箓之术极为了得，而浮尘道长则是镇子里头的卦算大师，一卦千金难求。除去镇子里头杂七杂八的消息，这1个月我自身的成长也是极好。修为凡胎1年，天赋邪神化身，气运1045。修为凡胎1年，这已经代表着我拥有了一般少年水平的力量。至于为何修炼这么快，当然是得益于我那个可以自主修炼的功法所致的。我现在甚至可以自己走路了，但是为了不招惹麻烦，我暂时还不敢表露出来。如今要做的除了修炼之外，还要将这个世界的文字彻底掌握。而在赤阳镇里头，能够让我识字的地方有2个，赤阳书院与浮生书塾。赤阳书院属于镇子里的官府机构，有着进入仕途考取功名的渠道，而浮生书塾则是由一名女夫子设立的私塾，这里没有什么考取功名的渠道，只给学生识字启蒙，而且学费是自愿交取，很是良心。当然这和我没什么关系，反正有邪神分身，我在2边都可以学习。夫人奴婢感觉小少爷真的好聪明啊，饿了就会咿咿呀呀的挥舞小手，想要解手了又会咿咿呀呀的蹬着小脚，要不有空带小少爷去浮尘道长那里算上一卦，想必不会比那个麒麟子差。此时丫鬟楚灵的声音在我婴儿本体的耳边响起，她口中的麒麟子乃镇里无畏武馆馆长宁坤之子宁少爷，据说比我早出生了10天，前些天到浮尘道长那里算了一卦，得知其天赋异禀，有着火魂天赋，会在7岁左右踏入武道宗师之境，20岁前超脱凡胎，前途不可限量。而火灵道长也放出话来，待麒麟子宁少羽完成了启蒙之后，便会正式收其为徒。听到此话的我急忙哭闹了起来，我可不想去找那个浮尘道长去算卦，万一算出我的邪神分身天赋，岂不是大祸临头？因为根据我这1个月来收集的消息，如今大楚王朝各地都有着邪神教众作乱，楚地颁布了诏令，一旦发现邪神教众，便是要将之抓捕，临时示众的。哎呀，小祖宗怎么了？这是生气了吗？是要出去走走吗？楚灵见我哭闹，急忙哄了起来，娘亲也温柔地接过了我。怎么了？女儿是饿了吗？我见楚灵的提议被打断，又哇哇了2声，就不闹了。哥哥好可爱。小少爷好像是要表达什么很紧要的事情，但奴婢看不懂。闻言我直接翻了个白眼，这小家伙。此时娘亲也是觉得好笑，夫人，你看小少爷是在翻白眼吗？他不会已经能听见我们说话了吧？要不去卜一卦试试？我刚想继续哭闹表示抗议，娘亲却忽然开口了，不用了，我只希望云儿能快快乐乐的长大就好，去好吧。楚灵轻叹了口气，隐隐有些失落之色。这个月来我一直都没有见过我的父亲，基本可以确定娘亲是一个人了，但具体是怎么回事我也懒得去探究了。数日时间过去，这些天我借着邪神分身在2个书院对比，竟发现那女夫子的教学质量明显要高出赤阳书院一大截。于是接下来的启蒙课程我几乎都在女夫子这边学习，偶尔会跑去赤阳书院那边学习一个这边没有的仕途课程。渐渐来到了第3个月，修为凡胎2年，天赋邪神化身，气运1073，我的婴儿身体又壮硕了许多。凡胎2年，周围已经是有着普通青年的力量，但我可不敢显露太多，不然说不一定这个死丫头什么时候就会带我去偷偷算卦。这段时间我也发现了一个好玩的事情，楚灵似乎也不是什么普通丫鬟，因为我的邪神化身。有一次无意间见到楚灵出去添置日用品时，在一条小巷子遭遇了3个歹徒，结果3个歹徒
3两下就被楚灵给打趴了，估计怎么也有凡胎6年的修为。可这么厉害的人物，为什么要在娘亲的府上当丫鬟？转眼间又是几个月过去，到了第6个月，修为凡胎5年，天赋邪神化身，气运1178。娘娘，我假装第一次开口说话，叫了2声。娘亲闻言愣了愣，随即一脸激动：“云儿，你是喊为娘吗？再叫一声给娘亲听。”一旁的楚灵也瞬间激动：“啊，小祖宗会喊娘亲了呀！再喊一声。”我则假装听不懂的开始咿呀呀的装傻充愣。这段时间，我发现我们家比我想象中还富裕。娘亲在镇子中心地段还有一间生意兴隆的药铺，因为请了掌柜打理，所以只需偶尔去看看状况即可。另外，在镇子外，娘亲似乎还有些农田，也请了农户打理着。3天后，我已经能开始正常喊出娘亲了。此时我正闭眼躺在床上，用邪神分身跟着女夫子学字，而这时楚灵则拿着一张纸来到了我面前。只见纸上面写着楚灵2个字来：“小祖宗，奴婢现在来教你识字啊！你看，这个叫楚，这个叫灵，楚灵楚灵。”我有些无语，我还只是个6个月大的婴儿啊，这就要给我启蒙了。楚灵一直在我身旁念着他的名字，仿佛是想通过这个方法让我记住。我被他念叨的实在有些无语，便开口说道：“蠢驴。”楚灵满脸欢喜，仿佛没听出来，小祖宗这么快就学会了呀，真厉害！我们家小祖宗不知道比外面那个麒麟子强多少。我再度无语，这丫头是没听到我说的是蠢驴吗？小祖宗再念一遍：“蠢驴，蠢驴。”我含糊的又喊了一声：“咦，不对啊，小少爷，你方才念的是蠢驴。”楚灵这时候才反应过来，蠢驴，我又喊了一声：“哎呀，错了，小少爷，是楚灵，不是蠢驴，蠢驴，蠢驴。”楚灵小脸直接拉胯了起来：“小少爷，你该不会是故意的吧？”我不由得被他的样子逗出了欢乐的婴儿。小楚灵这时也自我安慰道：“一定是小少爷太小的念不准，一定是这样。”随后几天，楚灵依旧每天教我认字，却再也没提过他的名字。对此我倒是有些好奇，一个丫鬟居然还会读书写字，看来娘亲的身份果然不简单。第7个月修为凡胎，6年天赋邪神化身，气运1203。这几天镇子里那个麒麟子现在也会喊娘了，时不时就会成为镇上人饭后议论的对象。而此时，楚灵正将一个平安符戴在我的脖子上。小少爷，这是奴婢在镇平老道那里讨来的平安符，你可要好好带着呀。虽然那倒是本事不大，架子不小，但好在这小地方也没什么危险，这平安符倒也能先凑合用着。毕竟万一奴婢一时没在小少爷你身边，也是能防消消。听到这话，我不由得愣了愣，这丫头居然说镇平老道本事不咋地，难道她比我预想中的还不简单？姐。楚灵闻言，脸上刚露出激动的神情，但很快又多了一丝慌张之色。哎呦，小祖宗呀，你可不能喊我姐姐，你喊奴婢楚灵就行了呀。蠢驴姐姐，我表面一副疑惑不解的模样，心中则是无奈，这里的阶层之分真是根深蒂固啊。哎呀，是楚灵不是蠢驴了，不要加姐姐，蠢驴姐姐，哈哈。我看着楚灵急得团团转的模样，不由得又心生戏弄，发出了欢快的婴儿笑。小家伙又在闹腾什么呢？笑得这么开心。这时娘亲也走了进来，夫人楚灵一惊，连忙转身施礼：“蠢驴姐姐，蠢驴姐姐。”我又喊了2声，想看看娘亲什么反应。要是她想处罚楚灵，我就直接哭闹一场。但据我平日的观察，娘亲性子很好，应该不会生气。蠢驴姐姐，娘亲不由一愣。楚灵闻言浑身一抖，跪在了地上。夫人，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小少爷突然就喊我姐姐了，奴婢劝也劝不住，还请夫人责罚。没事，是我教云儿喊的，你先起来吧。娘亲笑了笑，走到了床边坐了下来。夫人教的。楚灵一愣，我也是一愣，娘亲可没有教过我。不过我很快反应过来，这是故意说给楚灵听的。你这小家伙，那是你灵儿姐姐，不是蠢驴姐姐，今后可不准再这样乱喊了。娘亲笑着伸出一只手，点了点我的鼻子，一作责罚灵儿姐姐。我这时也乖巧的叫了一声，灵儿真乖。夫人这不可，奴婢怎可让小少爷唤作姐姐？我们都到了这个田地了，还有什么不可？况且云儿也是因为喜欢你，喊你一声姐姐，难道你还嫌弃不成？娘亲又是笑道，不敢，奴婢怎么敢嫌弃？主要是奴婢，不嫌弃就好，那就这样吧。娘亲说完不再理会楚灵，抱起我，宠溺的轻轻摇晃着夫人。楚灵愣愣的声音响起，眼眶也略微泛红。渐渐第8月到来，修为凡胎7年，天赋邪神化身，气运1217。我如今的力量已经堪比大力士了，但我愣是忍到了现在才开始爬行。入夜，我正安静的睡在娘亲身旁，而邪神化身则在赤阳镇里头随处游荡着。忽然我发现赤阳镇外有一道高大怪异的身影悄然而来，这是山精，而他前进的方向正是我家这一片区域。我不由一个机灵坐了起来，同时控制邪神分身跟了上去。怎么了？云儿是要尿尿吗？娘亲这时也察觉到了我的异样。娘，我梦到有怪物来到了这边，我害怕原来是做梦吗？没事，娘在这里，云儿放心睡。娘，真的有怪物来，让灵儿姐姐和卢嬷嬷小心别睡那么沉好吗？行吧，云儿，你待在这里别乱走，为娘出去吩咐一下。娘亲迟疑的看了眼我后，便是起身而去。我应了一声。不过我很快发现那山精只是路过了我们家附近，便径直向着东边而去。我心中讶异好奇，便让邪神化身继续跟了上去。少顷，娘亲也回到了房内，开始哄我睡觉。过了一会，山精居然渐渐走到了那麒麟子家的无畏武馆。随着山精的到来，武馆大门门梁上的镇宅符发出了玄异光芒，但并未对山精造成什么影响。他绕了一圈来到了后院处，便直接翻墙而入。紧接着他立马冲向了主屋。谁在外头？顿时一道受惊的女子声音从屋内传出，伴随着的还有哇哇的婴儿声。山精听得屋内动静，却是直接破门而入。山鸡，快来人啊！年轻女子大喊着。紧接着屋里传来了碰撞声，随后山精抱着麒麟子冲了出来。大胆妖物，快放开吾儿！这时一道怒吼声响起，只见一名魁梧大汉带着10几个武夫向的山精冲去。这大汉正是馆长殷坤，已经是凡胎8年修为，可没想到山精只是大手一挥，瞬间爆发出一片巨大的藤蔓，将众人轰飞出去。山精也不多恋战，迅速带着麒麟子向来时的方向赶去。快追，一定要救回我！馆长宁坤忍着伤痛迅速爬起追了出去，但山精的速度很快，没一会便甩开了受伤的宁坤。不过我的邪神分身跟踪起来倒是毫不费力，这山精刚跑出没多远，便被一个黑袍身影挡住了去。山精故技重施，再次施展出恐怖藤蔓，攻向那黑袍身影。可那黑袍身影却传出了一声女子的冷哼声，下一秒，他玉指伸出一道水龙呼啸而出，瞬间瓦解了身前的大
大片疼乱。紧接着还不等山精反应，便被水龙穿透了胸膛。我不由得一紧，这人什么来历？居然有如此身手！这时黑袍女子身形一动，接住了即将落地的婴儿，就这还叫麒麟子？真是不如我家小祖宗一根毛！要是没我家小祖宗做的梦，今天你怕是命丧于此了。这家伙是楚灵，我顿感震惊，这说话的语气和声音我太熟悉了。可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原本以为这丫头也就凡胎6年练家子这样，现在看来妥妥的赤阳镇第一强者。我的雨儿，我的雨儿！这时馆长宁坤和几名武馆弟子也都追了上来。楚灵见此，冷淡地将麒麟子递了过去。宁坤感谢不已地接过婴儿，感谢前辈出手相助。接着他又掏出一块令牌，这是无畏武馆的铁令，今后贵人若是能用得到鄙人，我等必将全力以赴。楚灵略微迟疑，最后还是随手接过令牌，随即转身消失在了黑暗中。而这时宁坤身后的弟子也都发出了疑惑的声音，这山精看起来好像是一击毙命吧，可他明显是已经通幽境界了呀，这黑袍女子的修为深不可测呀。与此同时，一身穿红袍的老者也向这边急速赶来，正是火灵道观的火灵道长闵馆长。这是发生了何事？老夫半夜听的这边动静，便马上赶来了。很快宁坤便将事情的经过说了出来。听完他俩的谈话，我才知道浮尘道长早就为这麒麟子算过一卦，料到了会有此一劫，但会得贵人相救，只不过以他目前的水平，推演不出贵人的身份。幸有此事，火灵道长有些诧异，老夫若没看错，这山精怕是有接近通幽100年的修为，不知镇里这位能够将之击杀的贵人是何人？这伤口不像是镇平老道的符箓造成的，而那浮尘道长刚踏入通幽境，也不可能啊！火灵道长满脸的疑惑之色。又过了一会，镇平老道也赶来了，听到事情的经过后，也是一脸震惊。随后不久，官府的人也到，众人将山精尸身抬到了官府去调查处理。一夜过去，娘亲，灵儿姐姐呢？我一觉醒来，竟发现灵儿没在家，那丫头早就到山里采药去了，可能要几天才能回来。娘亲笑着回应道：采药？是。我才猛地想起娘亲还有一家药铺，里面的药材居然都是楚灵采回来的。是啊，我们药铺里的上好药材卖完了，灵儿她知道哪里有的采摘。我点了点头，难怪娘亲的药铺能开得起来。待到午时，麒麟子被山精袭击的事情传遍了整个小镇。不过叫我意外的是，传着传着就变成了麒麟子的天赋被神秘高人看中，无畏武馆也沾了光，和神秘高人搭上了关系，而神秘高人的修为也被传得神神乎乎。一时间，麒麟子的声望更是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对此我只觉哭笑不得。这要是等楚灵回来，得知了这个事情，不知道会是什么反应。很快，数日时间过去，楚灵总算是回来了，同时也带回来了很多珍贵的100年药材。他回来的第一件事便是将我抱在怀里。哎呦，我的小祖宗奴婢可想死你了，几天不见怎么还瘦了呢？对了，听夫人说你做了个梦，说外面来了个妖物，然后就变成真的了，这是怎么回事？我假装一脸困惑的摇了摇头，我也不知道我还是个婴儿，不知道很合理吧？那好吧。楚灵露出了一丝无奈之色。随后的几天里，楚灵也听见了麒麟子与神秘高人的传言，给他气得在家对着无畏武馆的方向骂骂咧咧了好久。时间来到了第10个月，修为凡胎8年，天赋邪神化身，气运1288，我如今已经算是武道高手的级别了，也能自己走路，而且与家人的交流也流畅了起来。这期间楚灵还想带我出去逛街，但很快就被我拒绝了，毕竟一个10个月大的婴儿会走路和说话未免有些太惹眼了。与此同时，我借着邪神化身，已经在浮生叔叔跟女夫子把常用字都学习全了。今天或许就是在这的最后一天了，明天就可以去赤阳书院专心学习那些考取功名的知识。乐夫子结束了今天的启蒙课程后，便到了最后的自学课。这期间学子们可以去找乐夫子解惑遇到的问题，但这对我没什么用，所以我每次到了这时都会离开。但今天我忽然想看看乐夫子在自学课看的书籍，每次自学课，乐夫子都是展开了一卷书籍，在没有学子询问解惑时看的。然而当我看到里面的内容时，却不免愣住。眼烛卦算之术，我心中诧异，这乐夫子一直学习的竟是卦算之术，这不由叫我瞬间想起了镇里那个浮尘道长。出于好奇，我还是认真的跟着乐夫子学习起他手中这份演术知识来。但看着看着，我发现这里面的内容似乎真的能让我掌握卦算本事，只是里面的内容都非常玄妙，我一时间难以理解。不过好在就算自习课结束，学子们都离开了书塾，乐夫子还在继续阅读，转眼便到了黄昏时刻。但不知为何，乐夫子起身去忙活家务事，也依旧将书卷放在桌上没有收起来。入夜，乐夫子点了灯盏继续再看书卷，可让我奇怪的是，就算乐夫子在深夜起身去修行，也没有熄灯收起书卷，依旧就这么放着。如此一连3天过去，我已然将那一卷演术给参悟入门了。修为凡胎8年，演术凡胎，天赋邪神化身，气运1291，演烛凡胎。便是说我如今能够推演出凡胎修为者的状况与未来变化，不过也只能推演到目标凡胎1年修为之前为止。另外，如果对方的修为或者推演水平高于自身，也是没办法推演。如今我从乐夫子这里习得的演术乃第一卷聪演卷，可以很顺利修炼到通幽级别的卦算水平。若想继续往上，要么像提升修为那样强行突破瓶颈，要么就获得第2卷演术。而这演术的修炼是1年1修为的提升。不过好在我有气运，刚刚我忽然发现那些积攒的气运是能够用来直接修炼演术。很快我便尝试着消耗1道气运，修炼气演术来修为凡胎8年，演术凡胎1年。天赋邪神化身，气运1291道气运竟可以让我迅速提升1年演术的水平。我没有丝毫的犹豫，继续消耗起气运来，直到演术一栏从凡胎提升到了通幽。通幽是指修者已经拥有可以直接看见幽魂之类鬼怪的能力，而演术通幽则只能在卦算中算出幽魂之类的存在，若自身修为没达标，也是没法仅凭肉眼看见幽魂的。江云略微寻思，便又继续用气运来修炼演术。演术水平到了通幽80年时，江云停下了修炼，无他，因为气运剩下1200了，而邪神化身去现一次需要消耗300气运，如此一来，这刚好能够具现4次，所以他要留着凑个整。另外，他现在已经知晓通幽100年之后便是瓶颈阶段，且这个瓶颈阶段足足跨越到通幽1000年这个年数，实在是急不来。接下来他每天将新增的气运用来提升演术便是，如此20天后也就演术通幽100年了。江云心中思定后，便不由好奇地为自个算起卦来。他聚精会神，调动演术之力，迅速推演，很快便见得自身的未来变化。只见他照旧待在家中，过着平时吃睡的重复生活，但在他这个推演中，却是不见娘亲与楚灵丫头的存在。
在，只能算出他与2个未知存在，还有负责家务的卢嬷嬷有互动了。另外，他的邪神化身也是推演不出来的。如此说来，楚灵丫头与娘亲，还有他自个的邪神化身，都是已经超出了他当前的演术水平了。在之前见得楚灵丫头的实力时，他就已经猜测过娘亲也不会简单的，如今也算是印证了他的猜测。然而接下来让他意外的是，他对自身未来变化的推演，竟还没超过1天的时间，便是戛然而止了。这是怎么回事？江云不由得有些错愕，当即又重新尝试了推演自身一遍，但结果却是依旧。他顿时心中郁闷，不过一时间想不出什么问题来，他便寻思着找别人来卦算一番看看。想到此处，江云的注意力很自然的便落到了邪神化身眼皮底下的乐夫子身上。此时乐夫子还坐在桌前，似乎还在研究着那份演术聪眼卷。这乐夫子到底会是什么来头呢？也不知能否通过邪神化身对其隔空卦算。江云心生好奇，想到便做，当即尝试对乐夫子推演起来。演术起，瞬间便是传来了反馈，他现在可以确定是能够通过邪神化身直接对目标进行推演的。但当前乐夫子身上反馈回来的结果，却是直接让的江云愣住。这乐夫子竟然也超出了他演术通幽80年的卦算范畴，怎么回事？江云不由得诧异，莫非乐夫子也是一位深藏不露的强者？又或者说，其实是乐夫子的演术水平已经超过了他？但若乐夫子的演术水平已经超过了他江云，那么其这些时日还在这里阅看演术第1卷聪眼卷又是为了什么？毕竟都已经掌握了演术第1卷，而且演术还达到了通幽80年之上，继续重复阅看也没什么意义吧？难不成还能是为了温故知新？此时邪神化身已经见得乐夫子随手将那演术第1卷聪眼卷缓缓收起，江云见状，心中更是莫名的感到有些微妙。不过不管现在是哪一种情况，都足以说明乐夫子是一名深藏不露的高人。只是乐夫子竟然有这般本事，还在这里开私塾，又是为了什么？看起来其好像也没有要捞什么好处的意思啊！难不成这就是传闻中隐居大佬的日常爱好？1天时间过去，修为凡胎8年演术，通幽81年天赋，邪神化身气运1200。江云将新增加的气运用在了演术修炼上，达到了通幽81年了。今天又可以算3卦了。他先是又给自己算了一卦，发现依旧是重复的日常，且还是只能算到1天的变化。他顿时心中郁闷，略微寻思，便是让邪神化身跑到了赤阳书院，去找那里的院长与夫子来算卦看看。结果他发现赤阳书院院长与威望最高的那位夫子都不过是普通人，且皆是凡胎2年的修为，终其一生基本上都是待在学院里头教书的，然后很频繁的老去，倒也没受什么苦难。如此一来，江云也基本确定自个的演术是没什么问题的，那么只能算到自身1天的未来变化，那问题应该是出在自身了。随后他又让邪神化身到浮生书塾去看乐夫子的状况，只见乐夫子又如往常那般给学子们启蒙，而到了自学课时，乐夫子却是没有阅看那演术书卷了，看的是天文知识，这不由让江云心中升起一些说不清的困惑，似乎有什么东西让他忽略了。渐渐20天时间过去，修为凡胎9年，演术通幽100年，天赋邪神化身气运1200。江云已经11个月大，修为达到了凡胎9年，也就是武道大师的级别，演术则达到了通幽100年，也就是达到了瓶颈。如果找不到第2卷演术来学习的话，他就只能慢慢熬到演术通幽1000年，以强行顿悟来跨入更高的层次。只是这样的话，就要花费许多气运，他舍不得。心中无奈的江云不由自主地让邪神化身又来到了浮生书塾。这些时日，因为已经识字启蒙了，他便再没什么兴趣来浮生书塾。之后去过赤阳书院，想学习那些考取功名的知识，却是发现内容过于枯燥，也是没什么兴趣。结果他最后竟是让邪神化身到镇里头随处看热闹，且偷偷给人算卦，偷窥别人的人生去了。这么些天下来，镇子里头有名的人物都叫他给算过了一遍。火灵道长、镇平老道、浮尘道长、无畏武馆馆长宁坤、县城狄同初、麒麟子这些，他都借着邪神化身一一算过卦。那麒麟子确实如之前传言浮尘道常算的卦一般，在正常情况不受变数干预下，其会在7岁左右踏入凡胎10年的武道宗师之境，20岁前超脱凡胎，踏入通幽境。然后无畏武馆馆长宁坤、县城狄同初这2个家伙的命就不太好了，将来都会在一场祸患中牺牲，而这场祸患似乎是鬼婴引起的。反正在这2人将来的遭遇中，江云都看到了婴儿怨灵的身影，且这似乎是危及到整个赤阳镇的祸患。这也不由让他想到了之前那山精前来抓婴儿与麒麟子的事情，不知晓其中是否会有什么关联。而镇平老道的命数倒是好些，能够安度余生，其修为在通幽30年，符术级别，江云算不出来，显然超出了他的演术水平了。最后火灵道长与浮尘道长这2位，江云现在都算不了，看来2人应该是分别在修为与演术上超出了他的演术水平。不过让江云讶异的是，他推演火灵道长与浮尘道长这2位失败时，竟都被发现了。这2人都是十分警惕地锁定了邪神化身的位置，好在这2人都是没法察觉到邪神化身的存在，最终只能皱眉疑惑着。如此一来，也又让江云多出了另一个疑虑，他记得之前偷偷卦算乐夫子失败时，乐夫子可是没什么反应的呀。此时浮生书塾内，乐夫子如往常那般与学子们启蒙识字。江云无聊地看了大半天，也不知为何今天愣是不想离开。渐渐自学课到来，乐夫子在桌上展开了一书卷，阅看了起来。江云见状，不由得心中一动，也瞬间清晰了自个潜意识来这里是想要等什么。他是潜意识中希冀能够在乐夫子这里见到演术第2卷，但这真可能吗？江云怀着有些忐忑紧张的心绪，让的邪神化身那巨大的头颅来到乐夫子头顶，往桌上那书卷看去。待看的书卷内容，他顿时心中惊愣，难以置信，真是演术第2卷，某眼卷。乐夫子这里竟然真的有演术第2卷。江云瞬间便是心中思绪万千，为什么这妖巧？这世上真会有这妖巧的事情发生吗？他之前刚在乐夫子这里完成了识字启蒙，便见得了演术的修炼。那些天，乐夫子还这么将演术第1卷聪眼卷摆在书桌上，不曾收起，夜里还不曾熄灯，结果让他能够专心致志的直接学完。而在他将演术第1卷掌握了之后，乐夫子又刚好就收起了演术第1卷。如今在他演术通幽100年达到瓶颈这个时候，乐夫子又这妖巧的拿出了演术第2卷，总不能乐夫子也是刚好今天达到了演术第1卷的瓶颈，开始第2卷的修炼吧？还恰好是他前来窥探的时候。江云心中有万千猜测，隐隐中似乎已经有了答案，但现在他也不想去深思了，先将这演术第2卷给参悟了再说。
渐渐3天时间过去，江云却是如与之前参悟演术第1卷那般的状况，很顺利的将演术第2卷参悟。修为凡胎9年，演术洞明天赋邪神化身气运1202，洞明便是在通幽之上的境界。此刻江云有些心绪复杂的再次尝试挂算起乐父子来，结果依旧是挂算不出未来变化的存在。夫子吗？学生受教了。江云不由心中默默念了一声，随即便让邪神化身退出了浮生书塾，同时开始到书塾附近看看能否了解到更多与乐父子有关的情报。至于演术，他现在也没有急于去提升了，因为他现在已经知晓洞明这个阶段300年才会到达瓶颈，而洞明境界的瓶颈阶段则跨度到了3000年，以他现在的气运数量是真完全急不来，加上就现在赤阳镇内也没几人是他挂算不了的，如此还不如先将气运积攒到1500的时候，再看情况要不要直接提升上去。夜深之刻，赤阳镇内万籁俱寂，基本上已经没有哪里有热闹可以给江云去凑了，于是他便让的邪神化身回到了院子中，然后潜入了楚灵丫头房内，对睡了下去的楚灵丫头尝试推演了起来。他着实有些好奇身边这丫头到底是什么水平的修者，然而江云一番推演下去，结果竟然也是挂算不出状况与未来变化的存在，这也基本意味着楚灵丫头修为至少也是洞明1年以上的人，毕竟这丫头明显不会演术的。谁？此时睡着的楚灵却是骤然睁开了双眸，杀意凛冽且警惕地看向邪神化身巨大头颅所在的位置。江云不由得被吓了一跳，看来演术水平不够，确实是会被发现的。同一时间，他发现身旁睡着了的娘亲也是瞬间醒了过来，显然是察觉到了楚灵丫头那边的动静。江云只假装睡着了，什么都不知道，随后便察觉到了娘亲小心翼翼地下了床，接着他又在楚灵丫头的房内见得娘亲的到来。灵儿，发生什么事了？娘亲警惕地扫了屋内一眼，夫人，方才不知是不是错觉，奴婢感觉似乎有人在窥视奴婢。楚灵已经下了床，警惕的眸光又看向了头顶邪神化身所在的位置。有人窥视你？我在外头也没看到有什么异常，这里好似也没什么藏人的地方吧？娘亲也蹙眉地向邪神化身这边望了过来。应该是奴婢过于敏感了。楚灵依旧有些疑虑地应了一声，不，以你的修为，必然不会是这个原因，或许真是有什么状况发生，这会不会是那边的人？嘘，不要胡乱猜测，或许只是个意外，这段时间多加小心一些便是。娘亲当即做出了噤声的手势。奴婢知晓了。楚灵点了点头，随后娘亲便退出了楚灵的房间，回到了江云这边睡下。此刻江云心中却是思绪万千，看样子娘亲与楚灵丫头应该是因为某些原因躲到了赤阳镇隐居的，两人如此惊弓鸟般的反应，也叫他颇为过意不去。今后他还是不要随意探究娘亲与楚灵丫头的状况吧。接下来的几天，江云因为无聊手痒，又偷偷去给火灵道长与浮尘道长算了一卦，这次两人的状况与未来变化他都算出来了。火灵道长今年93岁，修为通幽301年，拥有火灵天赋。拥有火灵天赋的修者在修炼火系功法时，能够更快的提升修为。另外，卦算中这火灵道长将来也会壮烈牺牲在那场鬼婴引起的祸患中。而浮尘道长今年刚好100岁，修为凡胎99年，演术通幽333年，拥有星绝天赋。演术通幽333年乃瓶颈阶段，也就是说，这位浮尘道长手中没有演术第2卷，乐夫子这位私塾夫子却是有着演术第2卷的，甚至可能还不止，而且看起来还如此的年轻，这不由得让江云心中诧异好奇不已。这乐夫子到底会是什么来头？浮尘道长的星绝天赋则是演术方面的天赋，修炼演术要比普通人快得多，且一天能算5卦。不过浮尘道长的修为修炼相对来说倒是慢了许多，如今都100岁之龄了，才凡胎99年，一个弄不好可能就此驾鹤西去了。好在卦算中，浮尘道长会在刚好临终之时跨越凡胎100年这个瓶颈，达到通幽境，届时又能多活个50年这样，且其演术也会得到大幅度提升。时间渐渐过去，修为凡胎10年，演术洞明天赋邪神化身气运1232，江云已经12个月大，修为也达到了5道宗师的水平。接下来就是漫长的瓶颈阶段了，按照这个进度，不出意外，他会在10岁时才踏入通幽境界。深夜，他的邪神化身照旧在赤阳镇内随处游荡着，骤然间他又见得赤阳镇外有一道高大怪异的身影悄然而来。这次这身影身高比正常人高出2个半头，浑身青灰色，长有鬃毛，似胖头鱼的类老头脸，怪异吓人。又是山精娘，我又梦到有怪物来了，能与灵儿姐姐、卢嬷嬷说一声，叫他们小心些吗？江云当即起身道。这一次他倒不是怕山精祸及家里人，而是想起了给火灵道长等人挂算时算到的鬼婴之火，他隐隐觉得这些山精或许与此事有关。若是如此，他现在提前干预是有可能改变将来发生的鬼婴之火的。他已经知晓，在一般情况下，每个人的命运基本固定，只有某些特殊变数影响才会改变命运轨迹，而挂算师这种能窥探他人命运的存在，便是能够产生变数的。又有怪物来了吗？好，云儿你在这乖乖等着。娘亲起身，一脸讶异古怪的看了看江云，便下了床离开了房间。江云自然不是真要叫楚灵丫头小心什么的，毕竟楚灵丫头那恐怖的实力他现在可是清楚，主要是想看看楚灵丫头还会不会出去收拾掉那山精。之前楚灵大抵是出于好奇外出了，而这次江云可不确定其还会不会出去，只能说试一试看吧。此时他想到了什么，当即又借着邪神化身对已经来到镇内的山精进行推演起来，他想看看能不能从中算出什么情报。顷刻间便是有了结果，这山精通幽130年的修为，且处于被摄魂术控制的状态中。摄魂术是一种常用于掌控幽魂、山精鬼怪的邪术，也可用以控制人，但比较容易被看出端倪。且在江云的卦算中，这山精数十年来已经残害了40-50条人命，1个月前被一名带着3个鬼婴的黑袍邪修收服控制，然后就被叫来抓镇里的一名婴儿。这么看来，这山精的行动还真与将来的鬼婴之祸有关了。江云诧异，同时有些懊悔过早让娘亲去通知楚灵丫头，以至于没法借此推演出关于那邪修的更多未来情报。因为卦算中，这山精很快就会被一个未知存在给抹杀，那么这未知存在十有八九就是楚灵丫头了。毕竟如今镇子内他算不出来的存在，目前也就楚灵丫头、娘亲还有乐夫子这3位而已。然而在江云处于懊恼之刻，邪神化身这边却是见得有一道黑袍身影在暗处远远尾随着山精。若非他邪神化身的身躯庞大，有着极好的腹
看视野，都难以发现这道身影。这人应该不是楚灵丫头，看体型都不对。江云略微寻思，便是对那道黑袍身影推演了起来。很快，他便得到了结果，这人竟是邪神教众。卦算中，这人名为梁清扬，原名梁牛，自幼困苦，出生在穷乡僻壤中。其双亲因过于老实，常年遭受村里人欺负压榨，后来便双双因过度劳作病倒而亡。失去双亲的梁清扬，房子与田地都被村里人抢夺而去，自此便过上了如同野狗般的日子。饿了只能在山里跑野菜吃，啃树皮；困了只能偷偷找牛棚猪圈睡，同时还要继续遭受同村孩童的欺辱。就在梁清扬即将活不下去那一天，正巧村里来了邪神教众。梁清扬因为常年积攒的滔天怨气被看上，被收入了邪神教，正式更名为梁清扬。随后其更是助邪神教众血洗了整个村子，从此梁清扬变成了邪神教的忠实教众。自小悲惨的过往早就让之心灵扭曲，只要能完成邪神教大业，会不惜手段。邪神教内还有着许多与之相似的教众，而邪神教的大业便是覆灭大楚王朝，建立一个尊崇邪神的公平世界。这个公平是指从大楚王朝权贵阶层手中将各种资源给夺回来，让所有教众都有资格享用。如今梁清扬50岁的年纪，修为通幽212年，还掌握了摄魂术，摄魂级别暂且推算不出。其是在不久前获得了炼制鬼婴的方法，目前炼制了3个鬼婴，分别是凡胎55年、凡胎73年、凡胎96年的修为。另外，江云推演出，这梁清扬今夜在那山精被击杀之后，便会彻底离开赤阳镇，到别的地方去继续炼制鬼婴，待的鬼婴炼制大成后，再回来报复其接连被妨碍计划的仇怨。不过，最为让江云震惊的是，他竟然从梁清扬的人生中见到了邪神教祭拜的邪神雕像轮廓，与他那邪神化身几乎一模一样。这么说来，他还真成了邪神，或者说，曾经有个与他觉醒了同样天赋的家伙出现过吗？此时，山精那边已经有了新的动静，只见这怪物自一户人家中抢夺了一名婴儿出来，顿时婴儿的哭喊声与婴儿父母的求救声连连响起。但山精还没跑出多远，很快又见得一道黑袍身影迅速而至，拦住了山精的去向。江云瞬间看出这黑袍身影应该就是楚灵丫头了，看来这丫头还是很有善心的呀。此刻山精大怒，迅速施展出木之力攻向楚灵，楚灵依旧是随手一指，便是一道水龙将山精抹杀。隐在暗处的邪神教众梁清扬见得状况，愣了愣，随后便是悄然离去。楚灵则将山精手中的婴儿夺过，安置在了一旁屋檐下较为显眼的位置，也悄然离去了。端地是一个做好事不留名啊。而江云的邪神化身跟着梁清扬来到镇子边缘后，就无奈地目送着其离去。他现在心情十分的复杂，如今看来，将来赤阳镇的鬼婴之祸似乎是没法更改的事情，因为他这番引导楚灵出手干预，已经是改变了这个命运轨迹，但也只是让的原本的鬼婴之祸推迟了些时日。另外就是邪神教与他那邪神化身的事情，邪神教信奉的邪神基本可以确定就是他的邪神化身了，这到底意味着什么？难不成他将来真会出来为祸？这不可能吧？他自认还是三观正常，更没有什么反社会人格的，最多也就是恩怨分明，有仇必报而已罢了，到时候再说吧。江云很快就放弃了纠结，恢复了心情，反正暂时也想不出什么结果，纠结那么多也是没意义的。第二天，江云又借着邪神化身去给火灵道长几位算卦，发现这几位依旧没有改变牺牲在鬼婴之祸的下场中。算了，江云无奈，他也懒得管那么多了，反正他又不是什么大善人，而且现在还带着个邪神化身天赋，没有打算跑到邪神教去助纣为虐，都算是行了大善了。小祖宗，听说昨夜外头还真又来了妖怪了。小祖宗，你怎么这么厉害？这都能知道，真不愧是咱的小祖宗啊！此时院子中，楚灵正一脸惊叹地抱起了江云啊，这很厉害吗？灵儿姐姐，你不能梦到这些吗？江云装作一副天真模样的询问道。哪能啊，奴婢哪有这等本事？小少爷你厉害得很啊！哦，灵儿姐姐，咱们家里是不是有间药铺啊？江云突然询问道。对啊，怎么了？我想去药铺那里看看。江云回忆，他之所以会有这个提议，是因为前段时间无聊到处找人算卦时，他在药铺那里的一个长工身上算出了问题，不久后这长工会给药铺带来大麻烦，他得为娘亲分忧分忧啊！小少爷你想去药铺？哦，奴婢知道了。小少爷你是想找借口出去玩是吧？也对，这么久都没让小少爷你外出过，肯定好奇的紧。咯，楚灵娇笑起来。对啊，那我现在能去药铺看看吗？灵儿姐姐，这个奴婢做不了主呀，得问过夫人，不然奴婢倒是很乐意带少爷你出去玩呢。楚灵笑道。那咱们去问问娘亲。奴婢帮小少爷你问问。楚灵说罢，便带着江云回到了屋里头，然后告知了娘亲意图。云儿你想去药铺？娘亲讶异，就去看一会。江云点头，你现在还小，外边危险，娘不放心，等你再长大一些吧。啊，娘，有灵儿姐姐带我过去，保证不会有事，而且我会很听话的。娘你就不要担心了。江云顿时焦急，这娘亲真是对他呵护备至的，有着楚灵丫头这等强者护着，还担心他在外头遇到什么危险。现在这赤阳镇还有谁能打得过楚灵丫头啊？对啊，夫人，奴婢会保护好小少爷的，定不会叫他出事。而且少爷这都1岁了，一直闷在家里头，总归不好的。楚灵也是附和道：“你们罢了，为娘亲自带你出去走走吧。”娘亲无奈道：“不过还是主要想去药铺看看。”江云连忙道：“他感觉娘亲话中之意，很可能只是想带他随便在外头附近走一圈，敷衍过去。知道了，带你去药铺看看。”娘亲无奈回应：“多谢娘亲。”江云大喜。片刻后，江云便被娘亲与楚灵带着出门，他由楚灵一路抱着。此时娘亲还戴上了一张面纱，一路上楚灵开心地为江云介绍着街边的种种，江云则假装开心地应和着。他的邪神化身一直在外边晃悠着，对这里的环境只怕都要比楚灵丫头还要熟悉呢。一段时间后，几人已经来到了镇里最为热闹的中心地段，只见四周是各种吃食、杂耍、茶肆、衣铺等。娘亲的逸云药铺在街道稍偏的位置，不过因为时常能有稀有珍贵的药材而打出了名堂，客人倒是不少。待江云随着娘亲与楚灵进入药铺之时，穿着青灰长袍的中年掌柜与3名长工都在忙活着招呼客人。东家，掌柜眼尖，第一时间见得娘亲，便连忙放下手中工作，从柜台内快步走了出来。见过东家、灵儿姑娘，还有这位是……掌柜先是向娘亲与楚灵施了一礼，随即讶异好奇的目光看向了在楚灵怀抱中的江云。这是我的孩子。娘亲回应：“原来是少爷啊，小的见过少爷了。”掌柜连忙又是向江云施礼道。江云只是发出了开心的笑声，以示回应。在外人面前，他还是更倾向表现的普通一些。
些，因为不喜欢被过多人注意。少爷真是可爱伶俐啊！掌柜又一脸喜爱笑意的恭维了一声，与我说说药铺这段时间的状况吧。娘亲开口道：“好的，好的，东家。”掌柜当即小心翼翼的详细汇报了起来。此时江云则看向了一名正在忙碌中的长工，只见这长工长得面相方正，有些英俊，表面上看起来也是相当靠谱的，其与顾客谈话伶俐，手脚也是十分利索。但是这些表现来看，已经是相当不错的伙计了。不过在江云的挂算中，这人确实会在将来为了利益出卖娘亲的药铺。而在江云看着这长工的同时，长工也时不时向娘亲这边瞄一眼，甚至还向江云露出温和亲切的笑意。江云见状，也假装发出了欢快的笑声，表面一套，暗地里一套，谁还不会呢？此刻他眼角余光却是见得有好些人来到药铺内。掌柜的，有大生意了，赶紧过来！一道女子的大嗓门响起。江云一愣，目光看去，却是见得一美妇牵着一名约莫1岁的可爱婴童，身后跟着2名武夫，在一名大胖女子的陪同下到来了。麒麟子，江云略微愕然，目光落在了那1岁婴童身上。他偶尔都会去好奇镇里这位小名人的状况，是以通过邪神化身看过这家伙好多次，自然一眼就能认出。而那美妇则是这麒麟子的亲娘宁夫人。至于那大胖女子是无味无管的邻居如大娘，其经常找机会奉承讨好宁夫人，是以2人关系不错，且其也时常借着这个关系与人耀武扬威。而方才的大嗓门也正是这如大娘的。娘亲与掌柜的也发现了宁夫人与麒麟子的到来，皆是愣了愣。楚灵虽面色如常，但眼底下对来人多少有些嫌弃之色。哦，原来是宁夫人与如大娘大驾光临啊！真是抱歉，我这里还有些事情要忙。天风还不赶紧招待贵客！掌柜反应过来，连忙向那个将来会出卖药铺的长工喊道：“好的。”孟天风应了一声，当即利索的走出来，便要招待宁夫人与麒麟子几位。然而还不待其走近，掌柜的，你什么意思？如大娘一把推开了孟天风，肥胖的身躯便是上前来对掌柜指着鼻子大声嚷嚷道：“连我们宁夫人与麒麟子都敢怠慢，你这药铺是不想经营下去了吗？”掌柜顿时面色不好看，不过还是很客气的开口解释道：“不是的，主要是小的身边这位，你身边这位怎么了？还能是什么大人物不成？县城夫人。如今麒麟子无味无管，身后可还有着绝世高人罩着呢，是什么阿猫阿狗能比的？别以为你们药铺有点珍稀药材，就真能将自个当一回事了。信不信我们随时叫你们这破药铺开不下去？”如大娘都不等掌柜说完，便是一顿嘲讽奚落着，唾沫星子更是乱飞。江云不由得嘴角微抽，真是一条好狗，不对，是一条好猪。但凡见着机会就殷勤上了，况且其口中的绝世高人怕是指的楚灵丫头，这可真是大水冲了龙王庙了。好了，如娘别这般激动，人家开门做生意的，总有个先来后到，不然得罪了客人也是不好的。一道清淡的声音响起，却是宁夫人开口劝说了。不过观其冷淡面色，心里大抵也是对掌柜的做法产生不满了，只是其更顾及颜面，才不会似如大娘那般耍泼。哎，好姐姐，你就是性子太随和，才会叫什么人都敢欺到你头上。放心，有我在，定不会叫你受气的。如大娘一副心疼的与宁夫人道，顿时令得宁夫人露出了宽慰感激之色。江云见状，不由直翻白眼，这2货还自我感动上了。一旁的楚灵更是撇嘴，艳嫌之色展露无遗。嗨嗨，2位贵客，其实旁边这位是我们药铺的东家，而掌柜的总算是有机会插上嘴了。一声落下，场面瞬间陷入了死寂。宁夫人与如大娘尽皆面色僵硬，一副尴尬至极的模样。被宁夫人牵着的麒麟子则是面色微妙，有些没脸看的样子。哎呀，掌柜的，你怎么不早说？原来都只是个误会，你真是的，都是自己人，自己人。如大娘反应过来，连忙试图打圆场。原来这位姐妹便是依云药铺的东家呀，真是年轻有为，幸会了。宁夫人也是笑道，娘亲却是沉默着，一时未有回应。哎，这个可爱的小娃娃是谁的？真是长得好看。如大娘眸光骤然落在了江云身上，且说着，其那肥胖的大手抬起，便要朝她的小脸蛋捏过来了。江云不由得面色一僵，浑身瞬间有种恶心的感觉涌起。你想做什么？别碰我家小少爷！一道呵斥声响起，却是楚灵当即护着江云退开了一步。江云顿时松了口气，这丫头简直就是她亲姐啊，不然的话，她怕是要自个动手招呼那如大娘了。如大娘不由露出恼怒之色，你就是宁夫人吗？真是幸会了，可是来买药材的。此时娘亲却是与宁夫人开口道，是的，我需要一些药材给我家鱼儿药鱼，别的药铺找不到足够年份的，只能过来这边看看，就不知晓有没有。宁夫人回应。如大娘的怒火也不由得被暂时打断。刘掌柜，你先招待贵客吧，药铺的事情迟些再与我说。娘亲与掌柜吩咐道。好的，好的。掌柜连忙应声，然后便将宁夫人几位请到了一边去。东家，请用茶。此时那孟天风却是一脸恭顺的捧了一杯热茶递到了娘亲面前。不用。娘亲略微摆手。好的，不知东家可还有什么需要小的效劳？孟天风点了点头，又是恭敬询问道。没，你叫什么名？江云不等娘亲说完，却是当先开口发出了稚嫩的声音。娘亲不由一愣，孟天风也是愣了愣，讶异的看了江云一眼，随即微笑与江云道：“回少爷，小的孟天风，你是不是喜欢我娘亲？刚才为什么一直偷偷看我娘亲？”江云又是询问道。孟天风瞬间面色一变，连忙摇头道：“没有，没有，小的怎么敢？小的方才只是担心东家这边会有什么需要吩咐，好能及时帮上忙而已。少爷莫要误会了，一看你就是做贼心虚。”江云却是开怀笑道。孟天风闻言更是被吓得不轻，浑身颤抖着道：“没有，真的没有。少爷，好了，你这小家伙，别在这里胡说八道。”只听娘亲没好气的轻啐了一声，玉指轻轻点了点头江云的小鼻子。江云顿时委屈的嘟起小嘴。东家要是没什么事情，小的就先告退了。孟天风不由再次开口道。娘亲点了点头，示意孟天风退下。孟天风退下之时，又偷偷看了江云一眼，目光有些阴沉与莫名。小少爷，方才那种话，以后可不要乱说了哇，会害死人的。楚灵的声音不由响起。刚才那人是坏人，我之前梦到他以后会害了娘亲的药铺。江云无辜的眨了眨双眼。这楚灵顿时一愣，娘亲也是愣了愣。夫人，这是怕是。楚灵再度开口，却是被娘亲摆手制止了。带回去再说。娘亲道。楚灵点了点头。江云也没多说什么，因为目的基本已经达到。此时他自顾打量起药铺的状况，同时借着邪神化身又去福生叔叔看了看乐父子。不久后，掌柜与宁夫人已经洽商完毕，看宁夫人一脸的喜色，显然是有了满意的结果。不愧是东家的药铺，果然是药材齐全，否则我都不知晓要去哪里弄齐给雨儿药。
药浴的药材了。看来要不久，我家雨儿便要有凡胎2年的修为了。宁夫人来到近前，带着亲切微笑与娘亲道，同时又慈爱地看了看身旁的麒麟子宁少羽一眼。江云闻言，只感觉这宁夫人看似来夸赞娘亲的药补，实则是在显耀自己儿子。另外，关于宁少羽药浴的事情，他多少也是有些了解的。这是宁坤夫妇因为宁少羽还年幼，不识字，也不懂太深奥的知识，暂时没法修炼真正的功法，是以准备以普通午休的法子先为其打底，以便将来宁少羽完成识字启蒙后，开始正式修炼时能拥有更高的起步。这样啊，真是恭喜宁夫人了。娘亲只是浅浅一笑，没多在意的模样。听说这小家伙是东家你的孩子，有多大了？应该有1岁了吧？此时如大娘带着自得笑意的看了看江云，询问道。江云瞬间察觉到这厮怕是又要作妖了，看来是想要为之前的冲突找回一口气。要真如此的话，那可就别怪他不客气了。1岁了。娘亲点了点头。咿呀呀，江云适时发出了欢快的声音，仿佛是在附和娘亲一般。也1岁了呀，还不会说话吗？如大娘更显得意起来。娘亲略微斟酌，便要开口回应。咿呀呀，江云又是发出了欢快的声音。会一点了。娘亲略疑惑的看了江云一眼。呀呀呀，江云顿时欢快的拍了拍小手。哎呀，会一点了呀，我们麒麟子可是已经能与大人正常交流了呀，聪明的很。如大娘越发开心的笑道，同时还向宁少羽道，小雨儿还不向这位阿姨道声谢，要不是这位阿姨，你的药浴药材都不知道还要寻多久了。多谢这位姨。宁少羽当即礼貌乖巧的向娘亲道了一声。宁夫人对自家儿子的表现不由露出了一副满意开怀的笑容。真乖的小孩，不愧麒麟子之称。娘亲也微笑着点了点头。楚灵倒是微不可察觉的撇了撇嘴。呀呀，江云又是欢快了一声。看样子东家你这宝贝儿子应该也还不会走路吧？我们小雨儿现在都已经能够蹦蹦跳跳，开始习武了。哎，同样都是1岁的年纪，这差距也未免太大了些。不过也是，毕竟小雨儿是麒麟子，岂是什么普通婴儿能比的？但话说回来，1岁都还不能说话，不能走路的话，这多少也是有限。哎，这位东家的，你也别灰心，你家宝贝儿总有一天会好起来的。如大娘又是颇有些阴阳怪气的嘚瑟道，话语中明显有暗讽江云身有残障之意。娘亲不由柳眉微蹙，楚灵则是面色有些铁青，似乎忍无可忍了。而在此时，灵儿姐姐这个会站立还很会说话的大肥猪，难道就是画册里提到过的猪妖吗？真的好厉害啊！江云稚嫩童真的询问声骤然响起，顿时在场众人皆是一愣。噗嗤，楚灵反应过来，忍不住发出一声笑。你这个小杂种，你说谁大肥猪？你说谁猪妖？看老娘不抽死你个小杂种！一声尖锐嚎叫，只见如大娘瞬间面色涨红，满脸狰狞，竟是直接被破了大包。其扬起肥胖的大手，便狠狠地向江云呼了过来。你找死！一声怒斥，楚灵直接一脚踹出，一声惨嚎，砰一声响，只见如大娘瞬间被踹飞了出去，狠狠摔落在地上，哎呦哎呦的吭哧着。凡胎7年修为，宁夫人则是惊诧地看着楚灵，其身后的2名武夫也是一脸错愕。麒麟子宁少羽也是愣了愣，哇哇哇！灵儿姐姐好厉害，一下子就打飞了猪妖。江云顿时欢快地拍起小掌来，他自然知晓楚灵丫头是留手了的，不然那胖女人哪还有出气吭声的可能？另外，他原本只是想打脸气气那如大娘而已，没想到其会直接破防动手，只能说活该了。你们！宁夫人回过神来，却是面露恼怒之色。云儿不得无礼。此时娘亲佯作板着脸，伸指略微用力模样地点了点江云额头，训斥的道。江云当即很配合地露出了委屈巴巴的模样。东家的，还有宁夫人，你们这是？此刻掌柜捧着几个装好了药材的礼盒来到一旁，一脸不知所措的模样。让宁夫人你见笑了，我儿还小，懵懂不知世事，可不能与贵子那般早会相比，还望宁夫人能够见谅。今天这药材，易云药铺便给你销个价以作赔罪，可好？娘亲向宁夫人礼貌道，随后又向掌柜道吩咐，还不速速叫人扶起贵客，送去医馆找医师看看。诊金我们药铺出了。好的，好的。掌柜连忙应和，随即又向那孟天风呼唤道：“天风，马上去安排人手送贵客去就医。”是的，掌柜。孟天风利索的应声而去。此刻宁夫人却依旧阴沉着脸，明显没有要善了的意思。宁夫人，你也是聪慧之人，方才之事明显是那位如娘挑事在先，她那般阴阳怪气羞辱我，我也没说什么，而我儿只是无心一句，她便要对我儿下死手。我这丫鬟也是护主心切，实乃无心之过。换位思考，若是有人这般对待贵子麒麟子，宁夫人又当作如何反应？娘亲又是开口道。宁夫人不由愣了愣，看了看身旁的宁少羽，又看了看江云。江云此刻已是一副无辜宝宝的模样，心中却偷乐着，看来他这娘亲的口才也是杠杠的。宁夫人，你我都是为人娘亲的，想必也能体会到我的感受吧？娘亲又轻轻一叹，童言无忌，我们自然是不好与小孩子计较的。宁夫人终于开口了，多谢，不知这位东家如何称呼？身边能有这般丫鬟，想来也不是寻常人家吧？宁夫人骤然询问道。穆雨嫣只是寻常人家女子。娘亲微笑回应。宁夫人沉默片刻，最后点了点头，便与刘掌柜交接好了药材，告辞而去。一段时间后，娘亲已经带着江云与楚灵往家里回去。路上，云儿，下次可不准这般胡闹，容易得罪人，知道吗？只听娘亲没好气的道。但是那肥猪说话那么难听，娘亲你明明也听出他在骂孩儿，也在笑话娘亲你，孩儿不能忍。江云顿时义愤填膺，一副不乐意的样子。那还不是你给人家下套，戏耍人家，以为为娘没看出你那小心思吗？你这小不点的也敢去主动招惹人家，万一出了什么事怎么办？今儿个幸得有灵儿护着你，不然的话有你苦头吃。娘亲略有些严肃的道。那还不是他本就用心不良吗？不然的话又怎么会着了道？娘亲你也看到了他那说不过就动手的嚣张模样了呀，他平日里肯定也没少欺负人，今天欺负到咱们头上，还是叫他吃点教训怎么了？难道就只准他欺负人不成？江云反驳道。他原本还以为是娘亲不想惹事，原来是担心他吃亏，那他就没什么好顾忌了。毕竟他现在好歹也是凡胎10年武道宗师的水平，现在整个赤阳镇里头能够让他吃亏的可没多少人，而且他也知道是哪些个人，完全不用担心。那也不是你这小屁孩该管的事，以后给我少管闲事，不然到时候可别怪娘亲叫你小屁股开花，明白了没？娘亲扬怒道。哦，明白了。江云乖巧地点了点头，心中却是暗道，下次还敢。夫人你就放心吧，小少爷这么聪明，肯定吃不了亏的。方才你不也看到小少爷是怎么戏耍那头大肥猪的吗？就连奴婢当时都没能反应过来，还道小少爷怎么突然不会说话了呢？原来是给人下套。咯咯咯，楚灵
灵偷笑道：“你就宠他，要是将云儿惯坏了，我可不饶你。”娘亲顿时没好气：“没有没有，奴婢不敢。”楚灵连忙摇头。江云见状，不由发出欢快笑声。他是越来越喜欢这个便宜姐姐了。同时，他的邪神化身已经过来，跟上了宁夫人几人。他想知晓这宁夫人接下来会有什么反应。毕竟那如大娘马屁功夫了得，与宁夫人关系是不错的。今天吃了这么个大亏，怕是不愿善罢甘休的。所以他用邪神化身获悉对方的意向，就能更好的应对。他倒也不怕对方能给他造成什么威胁，主要是为了提前避免一些可能会比较烦人、恶心人的小动作罢了。另外，他今天原本是不应该与那麒麟子母子有什么交集的，现在大抵是因为他要干预那长工孟天风将来出卖药铺的命运轨迹而导致的。片刻后，邪神化身已经跟着宁夫人与麒麟子来到医馆，见着了正躺着休息的卢大娘。医师，如娘的伤势如何了？宁夫人当即一脸担心地向身穿灰袍的中年医师询问道。哦，这位夫人断了一根肋骨，不过也不算伤得太严重，只需休养个10天半月便能好了。诊金已经有人给了，你们现在就可以将人送回。医师回应。这样啊，好的，有劳了。宁夫人应了一声，便叫人抬着如大娘离开了医馆。出了医馆后，好姐姐，可帮我收拾了那个贱人，还有那个小杂种没？只见如大娘委屈巴巴地开口了。那要不东家给我们赔罪了？如娘，这事就这么算了吧。宁夫人回应。这事算了。好姐姐，这怎么可以这么算了呀？那小贱人将我伤得这么重，还有那小杂种这般羞辱我，这可是明摆着打好姐姐你的脸，不将无畏武馆放在眼中啊，这不得将他们的腿都给打断了。如大娘不由得激动起来。如娘，这次是你嘲讽人家孩子在先，且那孩子还只是个1岁小童，年幼无知，你一个大人的何必与之斤斤计较呢？这说出去也不好听，不占理啊。我们无畏武馆也不可能专门去为难一个小娃娃呀。宁夫人无奈道。如大娘语气一滞，随即又一脸不甘的道。好姐姐，那个小杂种就不是什么好东西，他明明会说话的，还故意装作不会说话来戏弄我。对，他就是故意这般激怒我，好让那小贱人有借口对我出手。宁夫人顿时陷入了短暂的无语，随后又是无奈道。如娘，这怎么可能？人家还只是1岁小童，哪能有这般心机？我家雨儿如此聪明，都不至于如此，你这不是开玩笑吗？江云对宁夫人的说法也是深表认同，1岁小童哪可能有这般心机？这如大娘为了报复，简直丧心病狂。尽管她确实是故意下套整人的，但可不信如大娘是真能猜得到。毕竟正常来说，这根本不合理。那小杂种是没这个心机，但他娘亲呢？那小贱人呢？必然是有大人教的。如大娘又是道。宁夫人略沉默地摇了摇头。如娘，这事就算了吧，不管是不是有大人教的，我现在都不好与人为难，因为那位东家只怕是有些来头的。你可知晓他身边那丫鬟是什么实力？也就是你口中的小贱人。这什么实力？目测应该是凡胎7年的修为，这实力我们无畏武馆虽然还不放在眼里，但能有这般丫鬟之人，又岂会是普通人？那位夫人的药铺能够弄来这些个药材，显然也不简单的。但好姐姐，你们无畏武馆现在也不简单了。先不说如今火灵道长与你们交好，你们身后不还有一位绝世高人撑腰吗？还能怕了那母子不成？话是如此，但也没必要非将事情闹僵，得不偿失。如今我家少宇还需要人家的药材药语，既然对方愿意退一步与我们赔罪，给我们一个面子，我自然也不想将人得罪死了。这样说你能理解了吗？宁夫人回应。江云闻言不由略感讶异，看样子这宁夫人也不全然是个蠢妇，会被如大娘一直牵着鼻子走。哦，原来是为了小雨儿的前途啊。那好吧，我知道了，那就姑且放过他们一次吧。如大娘颇有些不甘地点了点头。江云顿时无语，她是真服了这猪妖的厚脸皮了。不久后，江云已经随着娘亲与楚灵回到了家中。云儿，你之前在药铺里说那个孟天风是坏人，今后会出卖我们的药铺，是怎么一回事？娘亲好奇道。孩儿也不知道，就是梦到这人有一天会在咱们药铺里的药放毒，吃坏了人，然后掌柜的被抓了，咱们药铺也被封了。江云回应，他知晓以楚灵丫头的强横，还有娘亲的未知实力，区区一个普通长工是不可能给他们自身带来什么实质性的伤害。但问题娘亲是隐居于此，明显不想叫人知晓，想来是不希望会有招摇的时候，所以药铺要是出了什么问题，多少还是会带来些麻烦的。此时娘亲不由有些难以置信，但却也明显在思考这事的可能性。夫人，只怕少爷所言是真的，之前2次山精来袭，少爷不也说准了吗？要知晓少爷可没有出过外头的呀。楚灵开口道。我知道，主要是这实在是太过离奇，云儿怎么会梦到这些东西呢？娘亲好奇地看着江云，孩儿也不知道啊，就是自然而然就梦到了。江云一脸困惑之色。夫人，想来小少爷是有着预知未来的天赋了，毕竟是夫人的孩子，有这等过人之处，不是很正常吗？楚灵笑道。就你丫头会说好听话。娘亲有些没好气。哪有，奴婢这不是实话实说吗？对了，夫人，你看小少爷既然有着这般本事，要不要考虑以后让他到浮尘道长那里去修习眼术？这本事不是正合适吗？奴婢相信少爷将来定能成就个天师名号什么的呢。拜师浮尘道长吗？娘亲不由露出了迟疑之色。不要，娘亲，我不要拜师浮尘道长。江云当即拒绝道。他现在倒也不担心会被浮尘道长算出身上的邪神化身天赋，毕竟他的眼术已经超越了浮尘道长。浮尘道长现在是挂算不到他的存在的，他去拜师指不定还要吓到人家，而且就算真要找人拜师，那他也是找乐夫子拜师，这位可是隐身高人嘛。为什么？怎么感觉你好像很排斥浮尘道长？莫非这浮尘道长也是坏人不成？此时娘亲却是好笑道。没有，还是觉得这浮尘道长学艺不精，会误人子弟。江云摇头道。浮尘道长学艺不精，云儿怎么会这么认为？娘亲更是好奇，因为他叫浮尘吗？这浮起来的尘埃能有啥本事的？江云直接胡说八道起来，毕竟他也只能这么说，总不能说他现在的眼术已经超过了浮尘道长吧？你这是什么理由？别人那只是一个自谦的称号，哪能做评断标准？要是人家自称天下第一天师，那就真是天下第一天师了吗？娘亲顿时没好笑。那当然，要敢自称天下第一，那必然是有相当自信与本事的，不然敢随便这么说吗？江云当即煞有介事的继续胡说八道。娘亲闻言直接汗颜，兼有些哑口无言，因为江云这番话说起来，其实也还是有几分道理的，毕竟寻常人也不敢自称天下第一啊。哥，看来少爷果然慧眼如炬，能待在赤阳镇这种小地方当挂算师的，可不就是学艺不精吗？有本事的都往大城市里头去了。此时楚灵不由娇笑着附和道：“你这丫头仅会跟他胡闹，叫他拜师浮尘道长也是你提的，奚落人家浮尘道长本事的也是你。”娘亲顿时没好气。
气呀。奴婢也没别的意思，只是想让少爷将那浮尘道长的本事学过来先，以后再找更厉害的学艺嘛。楚灵不由得一脸的尴尬。行了，这是以后再说吧。云儿现在也才1岁的年纪，字都不认得，去学艺人家也教不了。也是，娘亲药铺那个坏人的事情呢？江云骤然发现这话题被扯远了，主要事情都还没解决呢。这是娘亲会处理，你不用担心。娘亲回应。江云顿时松了口气，以娘亲的本事，必然会有一个很好的处理结果。随后他还让邪神化身去找那个孟天风，又算了一卦，发现这家伙的命运轨迹已经改变，其会在将来下毒时被掌柜发现，然后抓去送官府，下了大狱。看来这就是娘亲的处理结果了。他原本还以为娘亲会直接阻止这事情的发生，没想到无声无息的就将人也给收拾了。此时来到院子中，小少爷，这个给你。楚灵给江云递来了画册的同时，还拿来了一块有些熟悉的令牌，无畏铁令。江云愣了愣，他要是没记错的话，这个应该是之前无畏武馆馆长宁坤送给楚灵的那块令牌。这丫头给他做什么？少爷，这个是奴婢偶然捡到的，据说是无畏武馆的铁令，能够让无畏武馆帮忙办事。下次要是遇到无畏武馆的来找不自在，小少爷你就将这个铁令直接甩他们脸上去，他们指定不敢吭声了。楚灵笑嘻嘻的道：啊，这东西这么厉害的吗？江云一副讶异的模样。还好了，不过小少爷你记得，要是有人问你这铁令哪里来的，可不能说这铁令是捡到的呀，更不能说是奴婢给你的，你得说这是某位神秘前辈送给你的，明白吗？哦，明白了。江云点了点头，心中却是微妙，这丫头是真的为他操碎了心呐。渐渐又过了1个月，修为凡胎11年，眼术、洞明、天赋、邪神化身气运1263。江云的修为已经达到了凡胎11年了，虽然能够感受到自身实力是有所提升的，但并不明显，想来就是瓶颈状态的原因了。此时他正被娘亲与楚灵带到了自家院子外玩耍，这也是他第一次正式被带着到外头来玩的。小少爷，你看那边有小孩玩耍，要不过去跟他们玩玩？楚灵伸手指向了一边正在嬉闹中玩着泥巴的7名小孩，这些孩子1岁多到3岁的年纪，是住在附近人家的，不要了，他们太幼稚。江云有些嫌弃的摇了摇头，他自然不可能有兴趣与小孩子玩泥巴，而且附近这些邻居他也没什么好感，因为娘亲的状况，他们家在这附近没少被人非议，什么难听话他都通过邪神化身听到过，哪还能有好感？只不过这些人大多也只是私底下说难听话，加上家里也基本没怎么与这些邻居接触，所以明面上倒也没什么，他也就懒得去多理会。其实他也清楚，就娘亲这状况，去到哪里都难免遭受非议啊！太幼稚！楚灵一愣，你个小不点的，都还没人家大呢，还说人家幼稚？娘亲也不由得好笑，反正孩儿没兴趣与他们玩耍，有灵儿姐姐跟孩儿玩就好了。江云有些尴尬的回应，行吧，随你。娘亲无奈道，奴婢也最喜欢小少爷了。楚灵则一脸开心的道，邻居家的，这是带小孩出来透气吗？一道讶异且热情的声音响起，却见是隔壁院子出来了一名身子丰满、颇有几分姿色的年轻妇人。江云知晓，这是隔壁五夫孔丘的婆娘玉梅娘。那孔丘早年在无畏武馆学过艺，虽没得什么真传，但也有个凡胎6年的练家子修为，在这街道附近也基本是没什么人敢招惹的人物。此时娘亲闻言，只是对那玉梅娘浅笑的颔首示意。呀，这小宝贝就是邻居家的孩子吗？端地是长得秀气伶俐。玉梅娘来到近前，一脸笑意的对江云夸赞道：“夫人真是谬赞了。”娘亲不由笑道，显然还是十分欢喜能听到有人夸赞自家孩子。见过这位阿姨，江云也礼貌的道了一声，心中却颇为反感面前这表里不一的女人。这女人在背地里可是一口一个野种的称呼她，对她的娘亲也是各种诋毁，从容貌到家产都诋毁了个遍。而且这女人私生活也是十分的不检点呀。小宝贝真有礼貌。玉梅娘略显讶异，随即便是面带欢喜笑意的伸手过来，要摸江云的脸庞。江云心中一紧，下意识的便是退开一步，避过了女人的手。他可不想叫这女人的脏手给碰了。而玉梅娘却是不由得面色一僵，抱歉，夫人，我家孩子认生。娘亲当即开口道：“哎，这样啊，没事没事。”玉梅娘又恢复了友好笑意。娘，此时一道稚嫩的呼唤声响起，却见一名约莫2岁半、身上沾了泥巴且有些壮硕的小童来到了玉梅娘身侧，显然是从那边玩泥巴的7名小孩中过来的。而这小童正是玉梅娘的儿子孔胜，因为其父亲的原因，在这附近隐隐已经有些小孩王的意思了。这是我家孩子孔胜，胜儿跟这位姨姨打声招呼，这位姨姨就是隔壁这家的。玉梅娘微笑道：“见过姨姨。”孔胜看着娘亲道了一声，此刻其目光隐隐有些古怪，随即又向江云看了过来。乖。此时娘亲微笑应声：“邻居的，要不让我家胜儿带你家小宝贝到那边去玩吧？小孩子就是要多些伙伴玩玩，一个人孤僻着总是不好的。”玉梅娘笑道：“这。”娘亲闻言不由有些迟疑的看了看江云：“不用了，这位阿姨，我习惯一个人玩耍。”江云当即摇头道，同时心中郁闷，所以说他就是烦这种表里不一的玩意，明明见不得他好，还非得在人前装表下好人面孔，给他没事找事。这玉梅娘不由面露古怪之色，显然也是有些窃喜江云这样的孤僻性子。毕竟在多数人看来，小孩过于孤僻确实不是什么好事。云儿，你就过去玩玩吧，结识些小伙伴也好，说不定一会你会发现比自个一人还玩得开心呢。此时娘亲有些忧虑的对江云道。江云无语，他这娘亲是真过于担心了。云儿，好吧。江云不由无奈的应了一声，算了，在娘亲眼中，他终究还只是个小孩，还是表现得正常一些吧。哥，真是个乖宝宝。胜儿，你带这位小弟弟过去玩吧，可别欺负了人家。玉梅娘顿时娇笑道：“知道的，娘。”孔胜应了一声，带着泥巴的小手便过来拉住了江云的臂膀：“小弟弟，跟我来。”江云不得不有些郁闷与嫌弃的跟了上去，他可不喜欢弄得脏兮兮的，但现在也是没办法。灵儿，你在一边看着云儿，我与这夫人在这里聊聊。娘亲又向楚灵吩咐道：“是的，夫人。”楚灵点了点头。江云随着孔胜来到一众小孩面前，那些个小孩也好奇的看着他。老大，这小家伙是谁？一个约莫2岁的红衣小童与孔胜询问道。诺，不就是那家的呗，我娘叫我带他过来玩的。孔胜向江云家的院子那边努了努嘴。啊，他就是那家的小野种。红衣小童顿时脱口而出，同时在场的几个小孩都对江云投来带了些鄙夷的怪异目光。江云撇了撇嘴，便要转身离去。他实在没兴趣与这些小屁孩闹腾，既然对方都说了这样的话，他回头与娘亲道一声，那就不用在这里尬戏了。毕竟玩泥巴他真不在行。小弟弟，你去哪里？孔胜却是连忙拉住了江云的臂膀。江云愣了愣，面色古怪的道：“你们都骂人了，我还
还不能走吗？同时他还向一边见状况不对劲，正准备过来的楚灵略微摇了摇头。你是要去告状？孔胜却是瞬间面露凶色，一脸警告威胁之意。不可以吗？江云好笑道，他这是要遭受霸凌了吗？你要是去告状，我保证每天都会找你麻烦。我爹是武道高手，没人能保得了你的。孔胜当即恶狠狠地低声道。江云闻言更是不由得面露古怪笑意地看着孔胜，还在傻笑什么？先跟我们在这玩一会儿，不然我现在就收拾你。孔胜双眼瞪着，抓着江云臂膀的手也使劲了一些，威胁之意不要太明显。老大，跟这小野种啰嗦什么？敢不听话，直接给他2拳就是了。谁还不知道他家就一个不检点的小贱人娘亲，能拿我们咋地？嘿嘿。此时只见那红衣小童一脸坏笑的道：小垃圾，先吃你爷爷一脚。江云不由心头怒起，直接就是一脚侧踹而出。骂他也就算了，一个小孩子，他本也懒得多计较，但敢骂他的娘亲，那他可就不想客气了。砰！一声痛呼，红衣小童瞬间被江云的暗劲踹得趴倒在地上，随后痛得哇哇大哭了起来。这一脚，江云自然是收了力的，不然就他现在凡胎11年武道宗师的修为，这小屁还能当场飞出老远，直接断了气。当然，这留手也不是因为他心善，像这样的坏种，直接踹死他心里都是不会有任何愧疚的。他的心善只会留给值得的人，坏种不配。之所以留手，主要是不想将事情闹得太大，给娘亲添麻烦而已。小东西，你还敢打人？此刻孔胜已不由得大怒，手中用力，意图摁倒江云。看样子你还看不清谁才是老大。江云反手一抓，轻易抓住了孔胜的手腕，拇指在其手背用力一摁，瞬间便将之手腕关节拿捏锁死。娘！孔胜顿时痛得直接跪了下来喊娘，同时勾着身躯，调整角度，以缓解手腕关节被压迫传来的痛楚。四周其余小童此时已经被吓得面色发白，呆愣不知所措。胜儿，你们在做什么？玉梅娘听得这边动静，连忙便要过来了。江云见状，当即向一旁也看得有些发愣的楚灵丫头使了个眼神。楚灵瞬间回过神，一个跨步便是将玉梅娘给拦住。这位夫人，孩子们的玩闹，大人就不要掺和了，你让开！玉梅娘大怒，便要推搡开楚灵。楚灵面露不屑，随手一抓一扭，便是将玉梅娘给反手于后腰处控制住。你个小贱人，放开我！放开我！玉梅娘顿时抓狂，娘！孔胜更是哭得厉害。哼！江云发出一声不屑，随后目光看向一众小童，你们这些个小垃圾，都给你爷爷我听好了，在我面前，你们一个个都是小废物，以后见到你们爷爷我，都给我老实点，不然见一次揍一次，你们爹娘也保不住你们，听清楚没？一众小童闻言更是面色煞白，被吓得不敢吭声。邻居家的，你们家就是这样教孩子的，你们家就是这样的家风。玉梅娘气愤至极的声音再度响起，云儿，你这是在做什么？为什么要欺负人？此时娘亲总算回过神来，面色也变得有些不太好。娘，他们骂我是小野种，还不让我走，不然就要打我，还骂了娘亲你，还是气不过就动手了。江云有些委屈的回应道。娘亲闻言，瞬间便是面色一变，有些冰冷的眸光扫了一众小童一眼，最终看向了玉梅娘。楚灵此刻更是面色铁青，身上气息变得有些吓人。玉梅娘不由得神色一慌，随即却又恼怒道：他们都还只是个小孩子，能懂什么？我们做大人的还要跟小孩子计较吗？那我家小少爷他也还是个小孩子，你又在这里唧唧歪歪，激动个什么劲？楚灵回应道：你没看到他还在欺负我家少儿吗？玉梅娘又是气恼道：小少爷他还只是个孩子，欺负一下你家少儿又能怎么了？楚灵又是回应：难道你们就是这样纵容自家孩子欺负人的？对啊，毕竟小少爷他还只是个孩子。楚灵又是不咸不淡的回应了一声。江云闻言，差点就要忍不住笑出声了。放开我，你个小贱人，不然待会我家男人出来，没有你们好果子吃。老邱出来，有人欺负我们母子俩了。玉梅娘已是被气得抓狂，愤怒的嚎叫了起来：爹，救我们！有人欺负我跟娘！孔胜也是凄厉的哭嚎起来。楚灵发出了一声不屑冷哼，随即却是向江云道：小少爷，你还只是个孩子，想咋地就咋地，有奴婢在这兜着，不用担心。江云闻言，又看了看一旁以一脸默许神色的娘亲一眼，顿时心中大喜。好嘞，他随手扬起，啪一声便是扇在了孔胜的脸颊上。你个小垃圾，小杂种，就算喊你爹出来，也护不了你。孔胜脸颊顿时肿得老高，又是哇哇的凄厉哭嚎起来：爹，救我！你个小杂种，放开我儿！果然是贱人娘生的贱人种，等我男人出来，定要打死你们这些贱东西！玉梅娘的愤怒嚎叫声又是响起，找死！楚灵瞬间大怒，随手将玉梅娘翻过身来，一耳光扇出，直接将之扇得转个圈，摔在了地上。再敢嘴贱，信不信姑奶奶一脚踩断你的脖子？楚灵又冷一声，一脚踩在了玉梅娘的脖子上，让之丝毫起不来。此时玉梅娘似乎被楚灵的杀意给吓到了，惊恐的再也不敢吭一声。砰！骤然一声爆响，只见玉梅娘家的院子大门打开，一名身材壮硕的浓眉大汉快步而出，正是玉梅娘的男人孔丘。孔丘见得外边自家婆娘与儿子被收拾的惨状，顿时目眦欲裂的怒吼道：你们找死！其大步踏出，便是愤怒的向楚灵攻了过去。